当年咱们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紫微斗数的大师给我算过，所以鲁豫，你真是我是潜力股，你等着，你别嫌我老。他说呢，你这一辈子啊，反正就发不了什么财，但是64岁之后怎么着呢？发大财。多大的财啊！反正你想，他平常都是跟香港那些富豪算的。所以鲁豫，你别说你们家车库的事儿，你帮我建一车库，你给我建一车库，这就没几年了啊，这就没几年了。文涛可以给你泼，我可以先给他泼个冷水吗？你让他做2天梦，好吧？那你要我不讲，要不然他还能给我盖一车库。不行，我忍不住。您说，董木杰，你知道？铁板神算大师啊，我听说过。前一阵子过去了嘛，你看啊，101岁嘛，都有准有不准。其中一个，你刚刚说起这个哈，那个他给黄沾算就每一年做什么事，前面都算得很准，反正就算到过了65岁，还有一个事业的高峰，大红大紫啊，有大的影响力。大概到了73岁。才马马虎虎说，等于是说到时候再看了。结果呢，黄沾呢63岁走了，离开。这该笑还是该哭呢？对啊，所以那个给你泼个冷水。当然人有因果了，所以很多不管是紫微也好，星座也好，信玄学不如信因果。因果嘛，像黄沾，我刚说他的举例哈，他的例子，他一天抽3包烟啊，能不死吗？到63岁。OK， 那就是人的因果。就算你命中到75岁的 ，so what？ 那怎么样？你讲到年纪，咱们以前北京同事那个公关部的那个叫不说他名字了，他说他有一次去，就是让人问，好像说，哎，您帮我看看我怎么样？人说，你到70多岁有一个坎儿，说然后呢？没事过去了。然后说下一个坎儿呢？说80几岁，说然后怎么着呢？没过去，这个当时我们听着就笑死了。那是孟子啊，是吧？73、84。但后来一想也行了，80多岁也可以了。万法皆空，是吧？因果不空。其实过去就有人讲了，就是说这个叫善易者不占呐，就是真懂易经的义理的人，他不是占卜，循道而行嘛。如果算命算得不好。但是呢，作为一个好人，作为一个君子，对吧？就要做这件事情，难道因为这个就不去做吗？他有另一个价值观。当然，吴老师，我还是跟你有一个问题啊，这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这么分，有什么好处？你看这时候很有意思，我们交朋友的时候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谈恋爱的时候又变得不同。谈恋爱的时候你发现没？就人们都是找跟自己不一样的。也不能说都是啊，但是找跟自己不一样的非常非常常见。就是我自己的就构建了一个简单理论啊，人性坐标体系。你看我们有一个Y轴，这是自恋维度；一个横轴是关系维度。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象限，就是我们相处的时候，就比方说交朋友。共事，我们找一个和自己类似的人，这样简单。但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就希望从这个位置穿过圆心，找一个跟自己正好相反的，因为这有个好处，一下把你的心智空间扩得非常的大。当然，照荣格这儿说法，就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阿尼玛，每个女人心中都有一个阿尼玛斯，所以就是阿尼玛是谁？阿尼玛是谁啊？就是女性原型。然后就是每个男人都想找一个女性原型，而每个女人都会找一个男性原型。我就知道阿玛尼，对，我也想的是阿尼玛。阿尼玛是女性原型。对，女性原型是什么？对，就是男人要找一个完美的女性和完美的男性，男人都寻找一个女神。他不是完美，他就是寻找一个正好跟自己互补的。你看，为什么要找一个互补的呢？当他在这个位置，他寻找一个在这儿的，他的心智空间，照我的说法，他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对人性的感知，一下做到了最大的扩大。而这是女性也是，当你处在这儿的时候，你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也想穿过这个圆心，找一个和自己，找这么一个人，这是你的这个灵魂伴侣。这灵魂伴侣在一起，不整天吵架，整天折腾吗？就是觉得折腾很痛苦，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你的心智就扩大了。就所以说，谈恋爱的时候多吵架，拓宽心胸，是吧？其实什么叫灵魂伴侣啊？就灵魂伴侣，在我的理解里啊，就是因为我们老说人活着是为了幸福快乐嘛，一般人理解是这样，但我觉得不是，人活着就是为了让自己心变得圆满一些。
就是所以说你如果一直在这儿活着，你假如你的范围就这么大，你不狭窄吗？然后再找一个正好跟自己相反的，就一下你看。这个心智的感受范围已经大了很多，就是拓展开拓。这个互补理论啊，哈，都常说嘛，找个伴侣好像跟自己不一样。我倒是我的经验在于说，这是对的。你要长期维持关系，夫妻关系也好，朋友关系也好啊，不管你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比较安静，一个话很多。像我太太一天只讲3句话的，早安、吃饭、晚安就这样。那我都讲。我心里非常感恩，万一他跟我一样话多了，抢着讲，早就打破头了，对吗？那大家我讲话你就听吧，就讲点头看着我。可是有一个东西一定要一致的，那才能可远、可久、可亲的，是什么呢？价值观。价值观啊，就是榨汁机，榨汁观。好，请替我怎么把它榨取干净？没关系，你有字幕。是开玩笑，开玩笑。这样价值观value 那个价值观，比方说2个人相信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不应该做的。假如在这个上面差距很大了，你走不久了，也走不舒服了。你其他都无所谓，价值观是没得迁就了。就像文涛刚讲的说，我算得不好，可是我觉得君子要这样做啊，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价值，对，这就是价值。你真是把君子榨干了啊！那我是故意学你的啊。那个鲁豫，你不向往灵魂伴侣吗？我是觉得我们不要给自己预设太多的标签，然后太多的定义。我觉得只要你生活当中你们2个人契合，待着舒服，有话聊，彼此能够亲近，是不是什么伴侣它不重要，就这个定义权你就交给自己。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产生于，就是我们在一个事情发生之前，我们预设了很多的标准，很多的概念，然后我还没有什么人呢，我就先奔着我得找一个灵魂伴侣，这就是所有问题的开始。这时候我觉得涉及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我们到底是有自己的意识，有自己的脑袋做决定选谁，还是你最后，因为讲到这个恋爱的时候，有时候你不可思议的被一些人吸引。你感觉那个东西它不是由这儿决定，所以当然你也可以，鲁豫讲的是有自己的这个自主意识，有自己的心来决定，但是其实我就再次看见你俩之间就是有一些这个共同的部分，就是那个要自己掌控。你越来越把这俩说一块了，是吧？他们俩是灵魂伴侣吗？我是特别抗拒在生活中给我塞很多的概念，就我从来没有想过谁是我的灵魂伴侣这个事儿。灵魂伴侣这个词，它不在我的日常语汇和我的思考范围当中。听着都臊得慌啊！哪天给你找了一灵魂伴侣。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但如果这个人他最终能够跟你走到，比如说最后或者很长一段时间的话，他多多少少应该符合灵魂伴侣的某些标准。我觉得一定不是全部，一定不是全部。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你内心呢，也不知道是坚强还是不坚强。坚强，我觉得坚强啊，就是说，你觉得你所有自己的心理问题都不需要求助于人吗？就是我自己全搞得定？不是，是你不会求助于人。这我后来看了那个 ISFP 里面有一条，就是你不太会向外界求助。这个就是我刚才特想问吴老师的，我觉得就很绝望的一点，就是人需要了解自己吗？需要，因为你像您说，我要找到一种认同感、归属感和确定感。但问题是你认定了、确定之后，你知道问题所在，其实你无能为，你改变不了。就是当然，如果我们大概了解自己，贴个标签儿，就归个类，然后立马就获得一个确定感，这是我们所以说这是 MBTI 或者其他各种测试的，就是它的一个局限所在，是吧？就它是大概其，但是当我们能够这个精细的去了解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很美妙的事情。但是，对，我觉得我挺了解自己的。我不能说100%，但我觉得已经非常大程度的了解自己了。但是像文涛说的，那你比如你需要向外界帮忙求助，你不会。他这种人多了，你们全失业。比如此刻我会觉得有一些问题，我自个儿在这儿，我只能自己去死扛，自己去梳理，因为你不知道该如何向外界去表达，这就是个能力的问题。
好像我先天老天爷把我这个门就给我关上了。那因为鲁豫，你刚讲完了，现在3个人开始在分析我，好恐怖啊！我是崇拜鲁一个扭曲的分析另一个扭曲。鲁豫刚说一句话，我非常感动了，因为你马上就很肯定的说，我是个坚强啊！你刚说你好，我非常感动，因为坚强是我一直想做不到的事情的啊。那所以我感动之余，我好奇说，你觉得你这个感动是你从小不是感动坚强哈，从小就有了，还是说后来生命过程里面有某些事情发生了？这个我直接下个结论，能够训练锻炼出来了。原生家庭是吧？他研究这个，我觉得性格。绝大多，比如说你不能7%、80%就是你天生就有的。很少有人小时候严重的不坚强，长大了会变得非常坚强，这种事很少有。他不可能通过某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强刺激，各种各样的，就老天那个苦其心志那种，然后把你锻炼得很坚强，不可能。你发现这些人本来他就有很强的一种韧劲儿，结果老天又锻炼他，让他变得更强。对，还是体内。那倒过来问好了，比方说现在发生了一些事情哈。事业上面的挫败，或是说感情上面的伤害，OK， 一般人会哭啦，会求助啦，帮个忙吧，借钱借给我吧，等等。那你说你很坚强，不容易去求助啊，那你会怎么样做什么事来回应这个外面的生命里面的挫败跟困难？没有任何的试图去改变，就是自个儿扛过来，就是你的终极的一个逻辑就是你知道，其实谁都不是纸糊的，就这事儿你终究会过去。之所以没有过去，唯一的原因就是时间还不到。其实我从小，当时我们上英语课，老师给我写了一句话叫 "This shall pass too"， 就这也会过去。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好事你别特别得意，它会过去的。但是反之就是不好的事它也会过去。所以这是我一直有的我的一个算是个信念。但您说有什么方法？没有。就是坚强的人不是说你不会疼，不是说你不会绝望，你会。坚强就在于你绝望的时候，那就绝望吧。你总有一天你会不绝望，这个我觉得是坚强。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每次听到别人嘲讽心灵鸡汤佳慧你写这些心灵鸡汤，那我都不太高兴了心灵鸡汤有用为什么它是心灵鸡汤一个很笼统的句子金句，被别人说了就说了，因为它有用因为它往往真实比方说鲁豫刚对我来说已经是个方法了。比方说有挫败有困难的时候，我就想一下我的老师鲁豫的老师This shall pass too， 都会过去的。光是想这一句，我就有更大的能力来熬过来了。或是说想另外一句，时间可以让你伤痛减轻，所以时间还没到。但是我像吴老师可能就会有第3句。就是你是不是小时候比较缺爱？就是不是小时候向外界求助没有得到回应？原生家庭。你看，他绝对是这个很不一样。要咱来聊的话，接着我就会把这个谈得非常的具体，而且先要好好去问你，然后去询问。当然有时候使用自己的感觉去感受一下你的状态是怎样。这个照这个心灵大师，你看他是这个。半路出家，他就直接说这个一定要原生家庭。我让你嘴替行吗？我跟你学的时间长。但那天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就我前2天做一个播客，然后采访一个那个叫张春，您可能知道。我知道。对然后他当时讲，他说他特别难受、特别抑郁的时候，他哥哥有一天拍拍他头说：“保住狗命，无所畏惧。”这句话特别打动我。你要说这个我觉得我是一个什么呢？我会要解决我的这个痛苦，就前几年我这个神经性耳鸣，你这个主观性耳鸣，你知道这个耳鸣刚刚发作的时候，有的人是会自杀的，因为他整夜不停的就这么响但是呢，大部分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最后时间长了，跟你这个原理也一样。一方面呢，你不用担心，人这个适应能力是惊人的。到最后呢，我记得就有一次，我就觉得这个耳朵里吵的就不行了，
我就恨不得，我觉得那个就是到了难以忍受的顶点的时候啊，我就抓出一把剪子，然后但是我有自制的啊，抓一把剪子，啪，我一撒手，这个剪子哐当就掉地上了。然后后来是我哥哥跟我讲的一番话，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鸡汤不是没有用，而是你没有这样想过问题。他说：“文涛啊，这个世界上，我敢说1半以上的人都有某种隐疾啊。你看有的人走路是不是有时候一瘸一拐？有的人，他说你像我们父亲，这出过工伤，他一辈子都是这样。他说你是原来啊太习惯了，有什么毛病就好了，所以你不习惯有一个东西叫后遗症，就永远伴随着你。他说实际上这个世界上你问问去，有的人有神经疼，有的人有什么各种各样的隐疾啊。他一说这个，我就说得很好啊，我就一下子好像就然后你知道就是这种毛病，在最早的时候我就看见也会有一种心理上的陈述啊，就是有病的人会嫉妒没病的人，这种我都出现过。就是最刚这个耳鸣的时候，我就记得我看电视剧，哎呦，我就看电视剧，我就看这个演员的耳朵，然后我心里就想，他们这耳朵都没毛病，他们都不耳鸣，你会有这种，对，就会很折磨。但是你看最后，对吧？可能是哥哥这么一个，那你后来怎么好的？后来怎么好的？没好啊，就并存了，就共存了。那你现在依然还是就是时不时的会耳鸣？它主观性耳鸣很神秘。什么叫我都不？主观性耳鸣是什么？客观上没有这个声音，这就反映了人的声音和大脑啊，人的声音和影像啊，不是外界这个样子。你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外界只有震动波，是你的大脑把它翻译为这个声音的。可有的时候哪儿出了点问题呢？外界没有这个声音，但是你的大脑哪儿不知道，到现在也不解之谜，它就会发出一个声音。但是呢，为什么叫主观性呢？比如我现在跟你说话，意识不到，它就没了。但是你问我现在有没有，我一听它有了。哎，这就是说心理学上，你看你讲注意力，你想它有了，但是你只要被别的东西注意力拉走，它也不知道有没有，反正跟没了一样。这就是你觉得你这个是纯主观，其实我是从高3开始，我一直我是知道耳朵有问题，原来都有精神病。我这个不是精神病，这真的是耳朵坏了的，耳朵坏了。所以文涛你咱们俩真是兄弟，都是河北的。你刚说对，你俩都是河北，我想起来了。是你哥哥告诉你的吧？对呀，对，所以这个因为我哥哥在之前1年耳鸣了。没有，我是想说。我经常提醒年轻朋友哈，他们跟我请教，哎，马叔很烦啊，怎么样度过生命的困难低谷哈？我说小朋友啊，你的困难不止这一次，提醒你说就是说，想一句句子，像一个锦囊，自己给自己写一句锦囊，放在胸口，一有困难呢，想一下这句锦囊。比方说刚说什么 "It shall pass too" 都会过去的。比方说。你哥说谁没有病啊？你不要太习惯这种病。那通常小朋友会反问我了，马叔你的锦囊是什么？我说请看我的小说。小说的真的我这样说，因为小说的主人公啊有一句话，那是脏话不能全讲哈。把它脏话的部分去掉了，那是广东话。是但呢，是但就是随便好。Let it be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哎呀，我这英语是但呢，我甚至用那个老派的粤语说是但但豉油撈飯，这样懂吗？豉油就酱油嘛，撈飯哈，等于是說你很窮的時候隨便拿，沒有菜，一盆白飯拿個醬油淋在上面就吃飯，是但但豉油撈飯，這就是我的錦囊啊！碰到什麼困難煩惱。想自己过去了，我就提醒自己，是但但豉油撈飯啊，随便了，好死不如歹活着，就是这样。对，但是话的也得辩证的说，这个是锦囊很有用，但是我觉得也要注意一个，就是说简单化、标签化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标签化呀太厉害了。而且甚至于你看，都营销到小说上，它有时候又跟互联网上，你比如说这个 MBTI 啊，它很多是盗版的。就是
它不是这个正版的，而且不光这个了，太多了。你知道网上各种各样就是打着这个心理测试的这个东西啊，好像是腾讯都封了一个几百万的号。他就做这么一张图，上边写几个，哎，一个浪漫主义者，一个细心的人，一个冲动的人，就这么一下，哗家伙，火的不行，火的不行，最后弄得最后就说不当得利，就给封了，你知道吗？那个腾讯封了很多这种。你知道，2021年 CNN 做过一个纪录片，叫人格测试背后的黑暗秘密 The Dark Secret， 对，黑暗秘密，它就是讲的就是 MBTI， 它不是 PMBTA， 它像一个揭黑纪录片。它主要是说美国大企业就用这个 MBTI 来测试，然后有一个男孩好像自杀了。据说是因为他在求职过程当中很多就是突然就变红的东西，就关键部分他都好像没有通过。反正跟这相关，最后男的自杀了。然后当 MBTI 那个组织后来还就是反对做这么一个纪录片嘛，但就是你看，就是在国外的那个主流媒体已经开始有一些人在质疑你的企业是不是应该用这个来测试。对。然后我记得那《华盛顿邮报》就说，在你们这个专业的心理学界是谈到这个 MBTI 是一个禁忌，好像就不太愿意去谈。就也就是说是正经心理学家都不太，除了你是吧？不正经。我是对什么都感兴趣，我对什么都感兴趣。但是我是对所有的测试，你看就是 CLPF 还是什么 EPQ， 就是这些东西我也不认同。我比如说，我问你一个求职的年轻人，对吧？他想做这个工作，但是呢，所有的性格测试，甚至包括心理学家都告诉他，你这个性格更适合做另一个工作。那么他到底应该做哪个工作？其实关于这个，我是哪个赚钱多做哪个工作。对啊，你终于明白了。等我64啊，等你64。首先我个人认为，我就是现在西方动不动讲歧视啊，我觉得。企业和员工之间有个相互选择，这本来也有这样的资格呀，因为大家都是相互选择的时候，为什么只有员工可以选企业，企业就不能选员工嘛？不管企业的方法论对不对，比方我举一个例子，以我这种个性，让我去做那个销售、做公关，那就是个特别大的问题。说，但是你让我做战略，你让我写东西，你让我做分析，这就非常的好。可是，假如你的个人爱好就是做公关呢？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你不了解自己，你去做那个爱好是哪儿？爱好如果是这儿以为的，你就充满挫败。说你如果是这儿发出的，那就很不一样。人真正发出，你看我们讲目标哪儿一线呢？以你的心，对，你先嘛，这是你的心嘛。心，你的心在哪儿呢，哥哥？这个对，再左一遍，左一点，这是生理上的心是吧？心理上的心。对，因为一般我们讲愿景和目标，它非常大的区别。很多人的目标是你以为你想要这个，但是你自己真正追逐那个和你的个性不相匹配的目标的时候，其实你身体会抵触的。但是真的是有的人，他有一个特别不切实际的一个梦想，然后坚信自己就是天选之人。我们碰到过，我采访过这样的人，你都不忍心去戳破他的梦想，他就坚信自己下一个王宝强。下个李连杰、甄子丹，所以这是幻想。他就坚信，对，但他很年轻，但头发都已经掉得不行，然后就是，但你无法去说你真的不能做这个。那你凭什么确定他不能做呢？我好奇哈。那你要做王宝强，你要做李连杰、甄子丹，那你得身手得好吧？你得有童子功吧？他都已经比如30多岁了。这种种的证据显示他可能性不大。但是他真的就是一心就觉得你们现在就是你给我一个机会。他为此愿意吃糠咽菜，那你说你怎么办？他真的是有这样的人的。谁？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得说，一个人是活在事实中，还是活在幻想中，这是巨大的问题嘛。所以说，如果活在幻想之中，和自己的事实和外在事实不相匹配，这就是心理疾病啊。严重的时候，甚至是精神疾病啊。哦，如果这样有这种冲突，应该找你了，是吧？就是太严重的话，找我们也无效，因为我们建立在就是这个人还能对话，这个人知道我有问题，愿意探讨，说我的这个 self 是有问题，这时候才能找咨询师。如果说这个人有问题，但是我说我没问题，通常这样只好找这个精神科的医生要开药了。你看，我觉得现在还是荣格讲那句话，每个人都是个例外，虽然人类可以分类。我现在有个感觉了，就是说。本来呢，心理医生是1对1的，但是好多1对1的心理医生讲的话呀，现在变成了一个网上的公共话语，而且呢，说的就铺天盖地。你知道，一说的成这样呢，就容易有点过头。
就是你看啊，到处都在说我是讨好型人格，然后呢，到处都在说，那天我还看见你在说，你要做自己，你要尊重你自己的感受，甚至那天我看那个小视频，连这个人人尊重的这个马斯克都说，我的人生经验就是你不要理会别人的感受。这个话呢，对于某些就是自卑型的讨好型人格的人是非常有用的锦囊，对吧？可是你知道，当他在媒体上太多说的时候啊，我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这话说的有点过头了，就是说的好像这世界上都是把这个别人感受放在自己感受之上的人吗？我说这世界有这么美好吗？我自己的人生感觉，我觉得另一个部分同样真实，就是这个世界上我在社会上行走30年。我觉得我见到的那种把自己感受放在别人感受之上的人，一点儿也不少啊，甚至就叫多，对吧？那你说圣人们说的有错啊？就是说做自己，你不要理会别人。哎，我觉得有点疑惑。我觉得我这么多年跟朋友相处之道，我们之间获得的美妙的生活，都是因为朋友之间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朋友的感受之下呀，都是体贴的人呐，都是尊重朋友感受。就是我没关系，只要你们高兴。我觉得我周围都喜欢我们这样的朋友，生活很好啊。相反，那种被我驱逐的、被我远离的，都是那种只顾自己的感受，不注意别人的感受的人呐。对吧？那怎么现在说的好像全社会难道都是那样的人？我说那就有那么美好吗？世界？我觉得我特别认同这一点。就现在这 MBTI 因为太火了之后，然后所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因为我很特别，我很独特，我要做我自己，所以哪怕我性格当中身为一个成年人，在一个正常的社交场合，我们应该有的成年人的体面，我可以不用去管他，我做我自己。我是个特别直肠子啊，您别在意啊，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呀，是，你可不可以不要说？所以我特别认同你说的，就是很多时候你的个性，我们说保持怪异，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怪的地方。你也可以做自己，但是当我们在一个身为成年人，在一个公众场合的时候，除了你怪异的自己以外，我们该有的成年人的这种社交体面，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的。甚至坦率的说，我很有点讨好型人格，可是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快乐，我没觉得我不扭曲不健康啊。你能让你们朋友高兴，嘉宾高兴，就很高兴啊，朋友也多呀，朋友帮我的也多呀，这是好的关系吗？但是如果说是不分具体对象，这只有存在一个部分，你不要讨，就是因为情商高的人就有这个部分。你认为你在讨好别人，但是你认为你在讨好别人的时候，你也是基本舒服的。太舒服了。在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强调就是说，你不要因为有讨好型人格，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你的讨好型人格，可能占了你的便宜。对，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是的。而且关键在于讨好2个字嘛。你假如这种表现哈，我喜欢大家协调，大家互动，我也快乐哈，那可以叫做协调型人格啊，沟通因为这叫配合，有你有我，你看这叫你在关系之中，而讨好型人格是在自恋之中，有对方没自己了。这是完全两码事。但我觉得经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在生活当中碰到的朋友，他如果是格外自私的，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会慢慢远离他的。对呀，这种人最后会失败的，你不能这么教他。是的，很多人都说嘛，我自我自己，我要超越自我，对吧？你25%是自恋，我这是自恋，另外75%是自在啊。那个很多人都说什么超越自我，好多年前我有个下属啊。就是讲说，哎，我要超越自我，我要做什么事超越自我。我在旁边听了嘴贱啊，嘴巴擦。那时候年轻啊，30岁，我就说，你的自我的起点那么低，要超越自我有多难啊？超越了自我又怎么样？哇，我觉得我到今天一想起，还感觉愧疚。觉得一定伤害了我的下属的感觉啊，所以那个自我有高低的分别，有不同类别的分别，所以不要把自我看得太认真、太严重了。对，反而要看着自在，你怎么做让自己觉得自在，也让别人觉得自在，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吧。我说句老实话，我觉得咱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生活里碰见的很多的这个人啊，我觉得他的问题啊，不是说因为别人的重视别人的感受委屈了他自个儿。其实他的痛苦恰恰在于他太重视他自个儿了。他跟别人的不协调造成的别人的这个痛苦，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人家怎么想，你只管你自己怎么想，所以到时候受了挫折吧。自己又觉得，你看我就一肚子委屈，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你更需要的有点体察别人的想法，要不然就没有主持人这个行业了，对吗？我们这职业就是得把嘉宾放在我们上头啊。那么我们光想自己吗？那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假如你在把别人放在你之上，但是你不在了。这时候就问题就大了，所以这叫讨好型人格。像刚才那个马老师你们讲的，你把别人把嘉宾放在，就是把嘉宾的需求放在你这儿之上，但是你在，所以你就是一个好的主持人。但你看生活中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是吧？当他去考虑别人的时候，他就不在了；当他考虑自己的时候，对方就不在了。你讲的对。哎，文涛，你去做过心理咨询吗？没有，我也没有。你感觉到有过这个需要吗？没有，因为我动过我就脑子里面闪过。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闪过？我不是，我只是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因为这是个特别专业的领域。但我当一想时，我想我无法相信任何一个人，就我不知道我能够，我总觉得我需要慢慢的打开自己，我需要一个时间，我需要跟你认识，然后我相信你，然后才能够可能一点一点的讲到我自己。我想不到任何一个人，我能够在短时间咱俩就1个小时啊。你躺在这儿，然后开始说话，我就发现这事很难完成。咱俩打的夜班电话有点这个作用，你还别说，是吧？行吧，是不是？有心理问题打个电话吧。彼此的心理医生，对不对？我真的最近有一个问题，我今天晚上会给你打的。行。所以你看，这个心理医生，我就说他本来是个非常细致的，但这个成本很高啊，成本太高。对啊，你做一个测试才几个钱。但是我觉得要警惕的是，就是现在这个互联网上啊，口号性的这种一些心理的这个，好像煽乎成一种什么时代精神。我觉得那个就可真不一定是对症下药的。你知道这些人听了，这人本来就够自私的了，已经够自我膨胀了，还受到这种鼓励。我要重视自己的感受，我不要把别人的感受当回事儿，他会变成个什么呀？而且我是一个特别就是相信专家，我其实还挺相信专业人士的。所以 MBTI 他们有一些诟病原因在于这个 M 和 B 这2个人，他其实都不是有专业的学术背景的。这种它有很多问题。你比方像那个更加专业的16PF 和 EPQ 是吧？这些测试，他们也不是做咨询的，他们只是做心理统计研究的。然后他们分出这个来，甚至大5这个东西能通过，就是可能对人做一个梳理，但是能够在这个通过咨询的这样的方式或者1对1的方式去了解对方，特别具体的帮到对方，我可能也觉得也做不到。这个时候也有个问题，那心理咨询师也分，就是很多等级是吧？这个他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做了10年、做了20年，他就是专业的，是吧？或者那个专业度他就足够，就是他也存在，就是因为人真的是充满神秘和奥秘的这样的部分。我们就是马老师觉得了解自己很深，虽然我觉得我也挺了解自己的，但是有时候这种了解也不容易，因为我心理学会有这个说法，你比方这是一个房间，就是它有一个房间里的大象，这房间大象就是你的痛苦，你这辈子已经有1000万次路过它的时候视而不见绕过去，所以这个房间里大象你是看不见的。就是比方我举我的例子，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说，一看武志红，就知道他这个问题在哪儿。但是对我来讲，我并不是那么的知道。当我找我的精神分析师，因为我们精神分析取向的，你也有啊？他不能自己给自己分析，这是我们行规，我们行规，精神分析取向的咨询师需要完成对自己的分析，完成要多久？一般得1000个小时。啊？1000次，你就明白这个概念吗？所以我从2014年10月找我的分析师，之前我零零星星的找过，但是也是觉得不够佩服或者什么的样，最后没有持续下去，或者有些佩服，但是对方是没时间。但到了2014年10月，我才找到了我的分析师，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到了就是持续3年的时候，到了2017年，他讲到我一个东西，讲到我这个字体的虚弱，当时我就觉得，这东西说的太准了。但这时候我就对他有了一点抱怨。后来什么叫字体的虚弱？就是因为那个赛夫讲的是字体，而那个脑袋是 ego，
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头脑性的自我，对我来讲，你看我的分析性比较强，我其实很多时候活在这儿，但是我的这个带着体感的这么一个自我，它有很多虚弱的这样的部分。所以等咨询到第3年的时候，就是我在咨询之中，我把它谈出来了，我的老师又给了我一些反馈。当时我觉得，哎呀，这说的太好了。后来我就跟我的分析师说，我说老师，你看你这个，你为什么不在我咨询第1年就说出来呢？我这个东西如此明显，你肯定就能够一眼就能看得到。你早点跟我谈，我就节省我的时间嘛。我花这么多钱，那个时候一周1次，后来1周2次，现在1周3次。后来我老师说了一句话，他很经典，他说：“你假定第一个我有这个能力，他说他自己啊，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就能把你这个问题看出来。”就是其实那个具体的问题的呈现，真的是到了这个时候才会出现。所以这是一句话。他的第2句话，他说：“你也高估了自己，你以为我第一时间说你能受得了？说你前面3年就是在一种自我保护的状态，到了这个才呈现。结果果真，2017年我感受还不是很深，到了2019年，你看那个自己的虚弱排山倒海般的涌出，哇，那感觉太难受了。我才深刻的意识到。2014年刚找他的时候，他跟我谈，那他很有可能我就再也不找他了。所以你看，这就是我房间里的大象，看个大概齐，脑袋上对他有个认识很容易，就说一说大概也很容易。但是当真的是带着体感的这样的工作去碰触他、化解他，就甚至仅仅了解他，都非常的不容易。非常同意。就我刚才说，你了解你吗？我了解，但就是你刚才问我的嘛，如果吴老师问到我有些我的那个大象，我肯定就是回避的。我特别赞同刚才吴老师说的话。那如果到了瓜熟蒂落的那一天，会不会你终于敞开了，然后痛哭流涕，从此你得到了治愈，有可能换了个人？真的吗？我觉得有可能像就说明你心里是有个结的。肯定有结，就那大象你知道在哪，就是可能以前比如倒推几年，我不知道有那个大象，不知道。但现在可能到这阶段，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大象在哪。到你64岁时候，我就能够正视我的大象了。我的路子是这个不压抑，就是心里有什么啊，我自己治我自己的病。就比如说，那是你以为真的管用。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我这个怒火满腔的时候哈，我做过这个实验，按说应该骂他，但是嘛，不要骂人嘛，对吗？什么都有用啊。我对着我那个手机不是有那录音呢，我用这世界上最狠的这个哗哗哗哗，我能这样，我骂了15分钟，你知道吗？有传给他吗？那现在还留着在我这儿，等他不行了的时候再给他最后一击。不，连这个，你看这是科学，我发现就好了。这多压抑呀！不压抑啊，就宣泄了。真的，现在咱们这个岁数啊，我不允许任何不良的情绪在我这儿储存，绝对不能再这样纠结下去了。其实 MBTI 就是这样，它有很多模糊的。咱们图示一下，找找自己。你看这个种种的，就4个字母概括一个人的人格。像这个主人公类型的 ENFJ， 说谷爱凌是什么来着？我不知道。INTJ 这样好像是。他是谷爱凌是I 呀。他是爱的话，INTJ， 所以大家都觉得不太符合，是吧？家辉没有符合你的第3个是我，第3个辩论家啊，辩论家 ENTP， 你看生产鬼点子的杠精，反正都是好的，有点像，都是什么？25%的小聪明，20%表达欲，15%跳脱，15%自恋，这有点少啊！你这自恋得51%，我看，这10%探索欲，15%创造力，你看我是调停者 ，INFP，这个顶级拖延症患者太多了。我不能不承认就是我确实时间管理方面太差了。你就没有时间管理。对，你随性，这真的也是你是吧？吴老师您太好了，说的随性。我不信吧，但有时候你也不能不承认。这就是叫巴纳姆效应。没错。就是你觉得谁都对。吴老师有你的吗？我是提倡者。提倡者，对你今天再来这儿全提倡。完美的打工人之光啊，吴老师。那我做事真的很靠谱，但是可能老板不一定喜欢我这样的人。但是你有20%间断性忧郁，你看这的确是啊。你看这个我这个抑郁的部分，谁不是呢，大哥？谁不是间断性忧郁呢？对，谁不是呢？好，我们再看，就到底这几个字母代表什么？这字母的来历是 I 的人内向 ，E 就是外向 ，N 就是直觉型 ，S 就是实感型，就关注具体细节哈。然后 T 呢就是逻辑型 ，F 呢是情感型
依靠情感和价值观，重视感性和人际。P 呢是灵活开放。J 呢是喜欢做计划、做判断，就做判断。比如说，他说他是 J 人嘛，我就说 J 人从来不迟到，好像有这么个说法。我也不迟到啊，我从来不迟到，虽然我不是，所以就是巴纳姆效应嘛。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最终是在夸你的，对，最终都是没有一个贬义词，你会觉得哇，那你像我 ISFP 都有谁呀？那个 Lady Gaga， 然后迈克尔·杰克逊，那我跟这样的人放到一起，我当然很开心了。你会觉得，哎，我就是 ISFP 啊。当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就是你看科学派、学院派，他有点不太承认 MBTI， 在欧美外企的真的特别流行。他们真的会第一个会做这个测试，第二个会拿这个测试这样去就是分类谁适合什么，谁适合什么。但是并不是说就直接把你调到那儿去，但是他们有一个，他们真拿这个当做一个判断的依据。那他们是什么时候做这个测试呢？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去的时候啊，也包括招工的时候。对啊，对啊。那我作为一个被招工者，我会特别抗拒，我甚至会很愤怒。他没有说就是哪一类不好，哪一类好。他不像你像那个弗洛伊德讲的口欲期、刚欲期，就是俄狄浦斯期是吧？它逐渐往这儿发展。那口欲期的确是最低级的，是吧？就当你人格停留在口欲期，你有各种各样的严重的问题。因为你要往刚欲期的时候，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当你心智发展到俄狄浦斯期，这个时候才意味着，哎，终于有一个杀父娶母了。就是你终于能够竞争合作了。你想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做。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我去一个大公司那个应聘，然后他要让我做这 MBTI 的话，我会拒绝，我会说你有什么资格？就你有什么权利来让我接受这样的一个考试，就是一个测试。对，因为我如何确保你不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MBTI 测试来掩盖可能招工当中产生的很多的不公平？鲁豫，那个拒绝的想法很多人都有。可是没有很多人有拒绝的能力。是的，没有资格呀。你没有办法。是你找人家找工作。人家说那不好意思，您不答是吧？那下一个答。对啊。所以我觉得特别傲慢，就很不公平。我想也没有哪个公司真的拿它当唯一的标准，有的时候是属于再加一个参考分儿，但是确实什么事儿都得认真。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荣格说这母女俩，她本来是这个母亲呐。就是受了荣格的人格类型的那个书的影响，然后自己发明了这么一个东西。他先是用来在家里把他女儿当实验教育他女儿，最后他以为他教育得很成功，后来他女儿又拿他妈妈发明的这个东西啊，更进一步的完善，最后才发展成这么一个全球都有名的这么一个项目嘛。后来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你想一度就拿这个东西啊来看。谁适合当特务，谁适合当间谍？但是最后据说没什么用。对，战略情报局的结论是没什么用。所以这时候有一个特别重要，你看我们讲测试的时候，它涉及到两个就是标准，一个叫信度，一个是效度。信度加它一致性，比方说我这次测你是 N， 比方对我来讲，这次是 INFP， 不是 INFJ， 然后就是下次还是这个，那叫一致性。所以这个它效度、它信度 OK， 但是效度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对那个中央情报局之类的是吧？这间谍派出去都有去无回。结果拿这个测试就发现测试显了高分，最后发现其实经过实践检验不行，这就说效度不行。但是荣格讲的一句话，我觉得我是同意的。他就说啊，也许人类可以分成8种类型，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例外。是的，是吧？对，而且我看了，就是你发给我的那个我们做题的这个，我会发现它不太适合我们中国人思维方式去做这个题。就它明显，因为就是这俩是美国人嘛。对。它首先它更适合英语语境下去做题，更适合可能在英语语境下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去做那个题。中国人去做的话，第一它特别绕，它是双重否定的时候很多题，然后总之很多，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高考或者考托福那种测题尝试的人的话，你做这些题你很懵。所以它这是更严格的测试，得这样，就是它要到中国的话，得要中国化，中华都要建立中国人的样本，而且这个抽样要非常的科学，就是按照中国人的这个人群结构，就是每一种不同的人，每个地区的人进行抽样，这样最后建立一个足够的样本，然后接着再去根据中国人的特色再去修改这个部分，这叫做完成它的本土化。你比方说像它这个建立在荣格的基础之上，就是荣格本来就分了就是人性的3个维度，是吧？就是结果呢，他又加了一个这个 P， 又加了这么一个维度，一共4个维度。
这个4个维度，你看2×2×2×2，这个等于16种人格类型。我觉得在我的感觉里，人没有办法分，就是这么细分出16种来。我听他们说，你们心理学家就说好像还有点靠点谱的，是一个叫 Big Five， 就是对大五。大五，你说大五是哪大五？大五理论它就是经典的，这我可以拿手机给大家来念一下。这个因为我说外向性大概是神经质，还有什么负责任性，反正尽责性。还有一个是什么了？我也记不清了，大概就这么。因为对我来，我是偏，就是我喜欢做抽象思考的，就是我觉得大五理论它没有这个理论上的美感。你看我根本记不住那5个维度。你看荣格的这个，就是首先内向和外向，就是他讲的这个能量是我们是向外的还是向内的，就是你在我的感觉里，所以大家老说你是 I 人，就从某一方面是，但你说你这个能量，比方我们之间现在一聊，你俩的这个能量往外走，这是很明显的。有一点我觉得是对的，我想你也是 I 人，就是说，你是在独处的时候恢复精力，是获得休息，对吧？但是你看我平生最好的朋友，他非常典型的就是跟人获取能量。我发现他就是。工作完了之后哈，要去跳 disco， 要去蹦迪，就或者跟大家玩儿，他觉得那个是他的放松和休息。这确实是我和他的不同。是。所以这是你看，先讲外向和内向，你这样一听，这非常的清晰的这么一个分法是吧？接着这个就是 sense 和这个就是那个。直觉的 intention 是吧？就是因为我的发音比较差，河北英语，咱俩一样。河北英语，对他这个 sense 在讲的是，你看，当我此刻看了这个眼前的这一切，我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都打开，我对这些具体的细节特别的在意，而且很多时候就陷在这个细节里出不来。那直觉型的，他看到几个细节，结论已经出来了。就是所以甚至有时候看见一个细节，突然之间洞穿了一些东西，所以这叫你看这里面也有一种美感是吧？它非常清晰。就是然后接着再看这个就是